你们两人今日到四方馆投注，都投了哪一边？儿臣投的是公函。为何是公函？儿臣在四方馆看到侧室们大多主张公函，而前往投注的人也多将竹签投进公函的箱子里，这说明人心所归，为道与义。继儿呢？儿臣投的是法属。为何投法属？因为儿臣看到有太多的侧室们主张公函，而大多数的竹签也投进公函的箱子里，所以你要反其道而行。父王不明白。继儿看过父王与娘亲下棋，娘亲总说人人皆知的棋路，你的敌手也一定知道。继儿的意思是，打仗要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如果人人皆知的路数，反而做不得，因为你的行为都在别人的算计之中了，对吗？你过来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是谁人教你的？无人教我。不是你娘亲让你这么说的吗？不是，娘亲说让我用自己的心去下注。反其道而行。初离子说，大王还夸那嬴稷说的有道理。啊，甘大夫让奴婢告诉王后，不必过于担心。就算那嬴稷的话正对了大王的心思，并不代表此事可行。蜀道艰难，金汤地险，要不然这么多年来，秦楚两国虎视眈眈，却奈何不了巴蜀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此番巴蜀相争，八国主动邀请秦国入蜀，的确是个攻蜀的千载难逢之好机会。尽管有八人引路，走得通走不通还是个疑问，说不定大王就会知难而退。王后，你又头疼了？去，给我冲一碗牙蜜水来。是。长子，我这次专程来你这儿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是否真的以为，假若我大秦攻巴蜀，弊大于利？芈月，你怎么也说这等糊涂话呢？巴蜀一直是秦楚两国的必争之地，可是蜀国跟楚国交好，一旦灭了八国，楚人就能借汉中而入巴蜀，对秦形成威胁。反之，秦国若能利用巴察两国之求援，引兵入巴蜀，以巴蜀之富庶，定能成为秦国之粮仓，那样秦国的关中、汉中、巴蜀就能连成一大片了。长子好见解。但是别忘了，蜀道崎岖，难似登天呢。长子，蜀王最喜欢什么？蜀王贪财，可无补于事。你该不会真以为他接了我们的财物，就能把江山拱手送给我们？有隙可乘，总好过无懈可击。长子真的赞同伐蜀？是，大王。楚若得蜀，可以压秦；秦若得蜀，可以伐楚。有朝一日，大王若能将楚国纳入囊中，这天下就得了一半了。可你当初，我当初，当初，张仪太过看重个人荣辱恩怨了。我与那公孙衍不共戴天，总想除之而后快。再加上蜀道之艰难，让微臣又找着了一个畏而却步的借口。眼下恩怨仍在，蜀道仍难，长子却变了。张仪私心再重，他也重不过大秦的江山社稷。况且微臣已经找到了将蜀道变得容易的计谋了。何计？老子曾曰：“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夺之，
必固与之。要得蜀国，大王必先给予之。给予？给予什么？那蜀王贪财，大王可先给予他财物啊。怎么给予？大王是否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？晋国的智伯欲伐仇游国，可是仇游国山高路险，于是智伯就命人铸造了2口大钟，再以广车赠与仇游国。这仇游国想将这2口大钟搬运回自己的宗庙，于是只能派人移山填水，专门修建了一条大路。好计，好计！张子不愧为寡人的智囊。把木剑给我叫来。是。大王是否想知道实情啊？有何实情？这骗蜀王如何过蜀道的主意出自张仪，但大王还当酬谢一个人。那是何人？芈八子。是芈八子小以大义，点通了微臣的心智。芈月，说来惭愧啊，张仪身为国相，有时竟然不如大王身边之女子。芈月并非寻常女子，这话寡人早在心头已经说过。可惜，她不是男人。大王，唤老奴何事？急宣处理及甘茂、司马错到宣师殿议政。是。丞相。听说前几日芈月和大王闹了口诀，再也不肯去承明殿了。大王心中唯有他一人，他越是不肯去，大王是越割舍不下。哟，唐夫人、魏良人，八子，这几日我和唐夫人为了这池塘的事情绞尽脑汁，实在计穷，才请你出山。这池塘如果开在这儿，傍山依树，小径通幽，十分雅致。可我担心把莲荷种到这儿会枯萎，这可怎么办？荷花喜光，贪恋日晒，极不耐阴。池塘开在山背，平时日照时间就短，是难了些。不过，这池塘虽在山背，但这小山走向本来就是东高西低，可将这边的树木伐掉些，让早晨的日光照到池塘，莲荷必可受益。把这边的树木伐掉，岂不显得残缺破败？哎呀，我正为了这山坡景致过于荒凉而发愁呢。不如借机修一条小径盘上山坡，再在山坡上修一处凉亭。这上有凉亭，下有荷塘，还多了一景。太好了，可谓一箭双雕呢。大王，园子里景色撩人，大王要不要出去散散心呢？不去了，那园子陈年旧景，没什么情趣。魏良人、唐夫人还有芈八子，正商量着凿山开渠、引水建亭呢。寡人还是出去走走吧。大王这是要去？你不是说园子里的风景不错吗？是。你们几个在这儿打个桩子，做个标记，一会儿再去山坡上做个标记。是。八子，拜见大王。免礼。听说为了这个园子，
你们几个用心得很，亲力亲为，不容易啊。臣妾愚钝，不能在国事上为大王分忧，只好做些侍弄木头泥瓦的小事。苦心经营，单丝节律，花的心思都是一样的。大王过誉。大王，我们还有选建亭子的地方，就先告退了。好，你们忙你们的吧。哟，大王恕罪，老奴忘了炉子上还正煮着茶呢，去就来。老糊涂。你们几个也都走了吧？是。你往日见了寡人喋喋不休，为何今日默不作声啊？芈月怕言语有失，冲撞了大王，还顶罪。这些日子，你一次都不来承明殿，原来是一头钻进这山水中了。大王，先别说自己的委屈，朝中重臣公函伐蜀之争，已经演变成了义气之争，臣子之间因此有了嫌隙，很难再商议下去。我让两个孩儿以此为题目争论，童言无忌，大家都是旁听客，反而容易明了两方各自的主张，利弊就越辩越清楚。你这个丫头，不从大局着想，还跟寡人说什么磨刀石？原来如此，芈月懂了。芈月错了，望大王恕罪。看在你帮助张仪的份上，寡人这次就宽恕你了。我下这儿。那让娘亲想想，该下哪儿啊？继儿，大王，父来，王，你好久没来了。可有想念父王？啊，父王，我好想你呀。继儿又中了。继儿快下来，父王累了。来，公子。走了，小公子，我们出去玩去。来，来。大王面带喜色，定有佳音。张仪的计谋成了，寡人让张仪在蜀道放置了5只石牛，夜里悄悄让人在石牛屁股下面放金子。蜀人以为石牛会拉金子，马上报告蜀王，蜀王大喜，派出力士开山辟道，要拉回这5只石牛。看来蜀国已在寡人的掌握之中了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寡人若得巴蜀之地，水路可直通楚国天险；寡人若得巴蜀粮仓，将来再有大战，秦国便可无后顾之忧。此番谋划，你立下了大功。你若是个男人，此功可封上侯，受食1000户。如今臣妾亦是受千户之爵，所以大王就不用再赐臣妾什么了。月儿，寡人不会忘记你的功劳，至少你该为继儿讨个封赏。那臣妾暂且记下，等有一日再来向大王讨要，可好？不好，寡人从不赊账。那今晚老伯再背月儿一回。好。捷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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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元前315年，秦军借道八国，占领成都，蜀国灭亡。
又借茶国与八国劳军之机，一举灭亡了八国和茶国，尽收巴蜀之地。从此，秦国从水路可直插楚国大后方。秦军拿下巴蜀之地，大王今日在朝堂上奖赏攻占巴蜀的有功之臣，竟然还特别夸赞了公子季，说他力主攻蜀，见识过人，可与那神童像什么相比？像什么？神童项佗，他7岁时，孔子尊他为师。这殿外边怎么这般喧闹？大王欢喜，论功行赏，宫内外弹冠相庆。吵得我头疼。转眼又是一年春日了，光阴似箭啊！春光依旧，物是人非啊！姐姐可曾听说，张仪前几日在朝堂上说，大秦疆土现今已扩张数倍，江山社稷需要后继有人。他建议大王考虑立储，还说应当立长、立贤，却只字未提立嫡。朝中的旧族也有人公开推举公子华，这下王后的头疼病定会越发厉害了。王后的头疼病加重，大约还因为秦军占领了巴蜀之后，楚国的水路洞开，秦军自巴蜀沿水道入楚，可谓便利得很。他的王兄啊，又要来信骂人了。小心点，别弄洒了。王后，唐夫人，魏良人。王后好兴致啊！过去只知道蜂蜜甘甜，殊不知这一点一滴的蜜糖竟来得如此不易。好在这园子里，一年四季花儿朵儿开得到处都是，疯子们也不缺食。王后当心，这些疯子与内侍们相处惯了，熟知了他们的气味，倒也没事。但若是陌生人，他们会毫不客气。唐姐姐，我们也要离远些为好。姐姐放心，我来之前一定是洗干净了胭脂水粉。要真是被这疯子蛰了，的确是件麻烦事。如此，王后以后就不要到这里来了。姐姐们有所不知，我这头疼病一犯起来，半条命都没了。前一年开始喝牙蜜，说是有效，可也时好时坏的。前些日子偶然路过这里，和这些疯子们相处了片刻，头疼竟好了许多。哟，这么说，王后倒与这些疯子有缘分。可不是吗？色泽如金，澄清透明，芬芳诱人，果真是好啊。你去让人再打2罐，给魏良人和唐夫人送过去。是。母后，当儿回来了，继儿也来了。拜见母后。别拘着，过来，让母后好好看看你。多玲珑剔透的小人儿，难怪人见人爱。我让当儿把你带过来，是因为母后给你娘亲留了些新鲜的蜜糖，让你带回去。谢谢母后。我和你娘亲是姐妹，你和当儿又是兄弟，以后啊，不分彼此，常来就是。知道了。母后，我饿了。
继儿一定也饿了吧？珊瑚，你去看看，让膳房蒸的黄米糕好了没有？是。哦，对了，母后这儿有去年腌的蜜饯果子，珍珠，去拿些果子过来，给继儿尝一尝。是。都这个时辰了，继儿怎么还不回来？仙儿慧儿去接了，该是快回来了。继儿呢？公子被公子当带到王后处去了，王后说要留他用晚膳，我也不好推辞，就只好让慧儿在那等着。王后近日为何对继儿这般亲热？姑姑的意思是，这2年王后一直闹头疼病，最怕嘈杂吵闹，更不喜见小孩子。姑姑多心了。王后是宫中公子公主们的母后，与我更是至亲。通儿，多吃点菜。哎，通儿，你又去哪里淘气了？怎么把衣服都给弄破了？你也是1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还这样憨皮？娘亲不求别的，只希望你跟着先生好好读书，等有一日宗室分封，娘亲也能跟着你出头。才哥，让你跟着公子的，怎么通儿做事莽撞，你也不劝劝他？夫人不知，是那个公子当，他总是跟咱们公子过不去，每每见了公子，他都挑衅追打。今日也是因为他，公子才摔了一跤，刮破衣裳的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吃了？吃饱了。通儿，有些事咱们暂且先忍忍，再见到公子当，咱们躲开便是。娘亲，你让我一辈子都躲着他吗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啊，对了，通儿，娘亲前些日子亲自酿了些桂花米酒，今日拿出来一尝，香甜如蜜。才哥，快去给通儿倒一小碗来。是。哎，通儿，别喝多了。这个米酒不似寻常的米酒，它是由东夷进贡的极品胭脂稻米酿就的，后劲儿可大得很。公子慢点儿。汤哥哥，哎，七弟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。继儿一直想来找哥哥玩，只是每日功课太多，总是不得空。这2日先生病了，我才能出来玩。这是我新得的，连葵婆婆都说这手艺比得上神将鲁班。通哥哥喜欢？自然喜欢。那就送给通哥哥吧。谢谢弟弟。眼下我要去交房殿见王后，明日再来找你玩吧。好，咱们去抓蛐蛐吧。走。东西都对吗？这东西是我托行当里的高手弄到的，绝无差错，不信你可以验货。好了好了，快把筐子盖好，真要飞出来，还不知道害死的是谁。把这东西好生放到事前说好的地方，切不可有差池。姑姑放心，退下吧。
王后，小心烫。今年的新茶果然清香。奴婢怎么闻不出？这几日你闻的不是鲜果就是鲜花，那些香都浓烈冲鼻。这淡雅的清香，要沐浴清新后才能觉出来的。王后说的是，为了熏制那东西，奴婢已经在新鲜瓜果和花朵堆里守候了3日，弄得奴婢身上也是香气袭人。昨日奴婢到园子里去，引得不少疯子围着奴婢打转。还是当心些好，这2日花园就不要去了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姑姑，帮我把那套青色吉服找出来。你要出门？到了该祭祀少司命的日子了，王后约我明日一同去少司命神祠给孩儿们祈福。我倒是忘了，每年的这个时候你都会带着继儿去的，难得今年王后也挂念着。人念旧，物念新，在这秦宫里待得越久，就越容易想起这母国的一草一木。我这就去给你找。人靠衣裳，马靠鞍。继而穿上这身衣裳，果真是大不同。母后，继儿可否将这件新衣穿回去给娘亲看？当然，这是母后特意让人为继儿明日到少司命神祠去祭祀而缝制的衣裳。谢母后赏赐，继儿会好好爱惜这件新衣。真乖。去吧，儿臣告退。这件衣服真是花了不少心血，光这绣工怎么也得1-2个月吧。哎，你们闻到了吗？从公子一进屋啊，我就使劲耸鼻子，这甜香真是让人直流口水。公子的衣裳真好看，香儿做梦都想有一件。公子借姑姑穿几日吧。明日我要和娘亲一起去少司命神祠祈福，回来后，姐还是不给你穿。继儿，快把新衣裳脱下来，小心弄脏了。娘亲，明日继儿穿着新衣去少司命神祠，少司命见了肯定会很欢喜，对吗？少司命对天下孩儿一视同仁，并不在乎是纯衣百结还是包衣薄带。但继儿穿着新衣去祈福，是继儿对少司命的一片敬意。98、99、100。公子好厉害！我们宫中内侍中有个号称大力士的，这石锁也不过能举起100下，公子一口气也能举起100下。春夜露水大，容易着凉，快把衣服穿上。是。蛋儿，告诉母后，你多大了？母后，你难道不知孩儿多大了？告诉母后，孩儿来年就13了。蛋儿都快13了，长大成人了。母后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这10多年，母后一直把你捧在心口。母后无论做什么事，都是为了你。母后，这种话蛋儿已经听了无数次了。蛋儿，答应母后一件事。何事？明日无论如何，都不要出交房殿的门。为什么？日日也在外面，待在店里1日，静心读读书，有何不好？不好就是不好。听母后的话没有错。公子到。知道了。
千万别让他出门。是。哼，关门。我不行，还是你们翻吧。你快点，公子都说了有好东西喝。好好，我试试。哎呀，这个不行。来，你来，下一个。好，你来。翻得好，还有谁？翻好了再给你们喝。你来。好，这一轮结束了，你过来喝吧。这东西是我娘亲酿的，别处喝不到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再赏点吧。不行，下一轮树蜻蜓的时候，你若树得好，就再给你喝。来，树蜻蜓，来，公子荡，你们这是喝了迷魂汤啊？回公子，这不是迷魂汤，这是神仙汤。放屁！公子不信可以尝尝，喝了这个，平常不行的都行了。我这就给您竖个蜻蜓看看。今日当儿若不是吃坏了肚子，就会和我一起去少司命神祠祈福了。这孩子，姐姐替他祈福也是一样的。好久没有和妹妹一起在这园子里闲逛了。这旖旎嫣红，草长莺飞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当年你有在楚国时的情景。姐姐说的是，那时候的你我，又比眼下的荡儿和继儿能大多少？我有时还常做梦，梦见自己仍是年少无知，和姐姐在楚宫里淘气呢。毕竟是梦，你我都回不去了。给我尝尝。不行，这东西你没喝过，所以你不能喝。哎呀，啰嗦什么？你快给我！我说行就行。见过王后八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禀王后，自从园子里引了暗渠，开了池塘，总有人因为胡乱挖路刨树，挖开了暗渠，走了水。今日又是如此。王后，让奴婢去查查是谁如此混账，扫了王后和八子的兴致，奴婢定打他50个板子。算了，事已至此，打他们板子也于事无补。好在这儿还有一条小路，平日走的人少，但景致还是不错的。婆婆，咱们走这儿吧。王后，继儿，继儿，你慢点儿，快点儿。继儿，继儿，慢点儿。葵婆婆，快点儿。继儿，等等，葵婆婆。继儿，快点儿，葵婆婆。哎呀，王后，哎呀，王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小心崴着脚了。快坐下歇歇，快！再来一杯。再来一杯。
妹妹不必担心我，你快去追继儿吧。一会儿继儿找不到你，该着急了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嗯。快过！不能动，千万不能动！公子大，公子大，快想想办法呀！李治，大王，攻击公子荡的疯子应该有2种，一种是普通的疯子，一种是杀人疯。对待普通的疯子，奴婢还有办法，只要疯刺拔掉，用皂角水冲洗，再用筅台捣碎，糊住伤口，便可逐渐痊愈。但是杀人疯不同，它的毒性极大，从来就没有对症的草药。要想治疗公子荡，只怕什么？大王恕罪，奴婢无能。李密，大王，臣眼下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只能是先拔去毒刺，再用拔罐吸出部分毒血。那皂角水和筅台也对毒性攻心有些延迟作用，但是要想治愈，恐怕就……世上没有办法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王后，您别着急，奴婢再想想办法。公子荡，公子荡，奴婢该死！那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去死啊！王后，奴婢该死！当儿要是救不回来，你们都去死啊！王后。大王，大王，救救荡儿啊！救救荡儿啊！这园子里怎么突然会有杀人蜂了？回大王，老奴已派人查过了，在山坡下查到了一个杀人蜂的蜂巢，那地方离宫中养蜂之处很近，去的人很少，一直不被人留意。寡人知道那杀人蜂极其罕见，即使有，都是出没在深山老林处，怎么会在咸阳，特别是在宫里筑巢？为了采集王后的牙蜜，园子里放养了寻常的蜂子。据说杀人蜂专爱吃蜂蜜，可能是那里的蜂子引来了杀人蜂。幸亏继儿被魁姑护住，只受了轻伤。听说魁姑伤得很重。是。忠心护主，可赞可叹。马上给寡人拟旨，公告天下，2日内，凡有方法治愈被杀人蜂伤者之人，赏10000金。怎么会那么巧？公子荡偏偏是喝了咱们的米酒，就遇上了杀人蜂。这可怪不得咱们公子，又不是咱们公子给他喝的，是他抢咱们公子的米酒喝的。公子荡性命攸关，万一他过不了这一关，那王后她岂能饶得过我们通儿？我们可以向大王辩白，公子荡在大王心里的地位，岂是通儿能比的？加上王后挑唆，我们百口莫辩。娘亲，那杀人蜂是被人故意放在那儿的。你有何证据？是孩儿亲眼所见。那人是谁？是王后身边的一个丫头，叫什么来着？叫珍珠还是叫珊瑚？对，就是叫珊瑚。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内侍。童儿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件事可万万不能胡说呀！千真万确，珊瑚给了那人一笔钱，那个蜂巢原来只装在竹筐里，被那个内侍放到石头缝里。我当时不知道那就是杀人蜂。难道说有人买通了王后身边的人，要害死公子荡？不大像。娘亲，你别忘了，今日公子荡被蛰，该是意外。若不是公子荡，那他们要害死谁呢？今日遭难的
还有魁姑和后来过来帮忙驱赶杀人蜂的几个小内侍。不是魁姑，更不会是那几个无足轻重的小内侍，他们不值得那些人下那么大的本钱。童儿，你是不是告诉我，魁姑是为了救公子季才被杀人蜂蛰伤的？是。但魁姑和公子季怎么会突然到那个地方去？听说王后约八子带他们去少司命神庙祈福。是王后的主意，是王后带他们去那儿的。天哪，那王后是要……哎，你们都把嘴给我闭紧了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娘亲，你不是要找父王辩白吗？我们有证据。闭嘴！这个证据要是让王后知道了，那我们就有杀身之祸了。你知不知道？姑姑。季儿，季儿在，姑姑，季儿在。季儿没事，她只是手背上被蛰了一下，女医治已经给她上了草药。姑姑你放心。婆婆疼不疼？婆婆不疼，你看婆婆还吗？你别动，姑姑你别动，别动。人老了就是容易这儿疼那儿疼的，没事儿，歇息一下就好了。女医治和太医令都来过了，大王也出了悬赏。太医说你没事的，姑姑不用担心。知道好治不好都一样，别麻烦别人。婆婆，这儿一定要治好你。香儿、慧儿，你们在这里好好照顾姑姑。女医治留下的草药，你们每隔1个时辰煎一次，伺候姑姑服用。是。木心，在，你去点上灯，跟我再去园子里看看。是。八子，这就是杀人蜂的蜂巢。怎么回事？这里也烧了。听说，怕杀人蜂再伤人，傍晚时分，大王已经派内侍过来，用烟火销毁了蜂巢。这大多数蜂子已经被烧死了，此刻已经看不出什么了。是谁？谁在那儿？樊长史，八子，这么晚了，樊长史还没有歇息。八子不是也没有歇息吗？今晚这宫里，能睡得着觉的人，只怕不多。可不是吗？幸而上天有眼，公子季没有被杀人蜂伤得太重。可是公子荡伤势危重，魁姑为了救继儿，也是性命攸关。那杀人蜂平日并不主动招惹人，更不在有人经常出入的地方筑巢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们是怎么突然出现在园子里的。我和妹妹想的一样，所以就想过来看一看。
听说那杀人蜂平日里都是在树林里筑巢，在石缝里筑巢，只怕是不多见。是啊，也许是有人故意把他们的家搬到了这里。妹妹，这话是姐姐胡乱说的，妹妹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。姐姐的话或许有些道理，那杀人蜂看似天灾，也可能是人祸。妹妹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妹妹和我都快些回去吧。等等，今日杀人蜂伤害葵姑和继儿的时候，公子通也过来帮忙相救，芈月感恩图报。八子和公子季一向对通儿友善，通儿这么做也是出自于天性，同心相亲，肝胆相照。我会记得樊长史和公子通对我们的好。上天垂怜，公子季今日没有遇害，只是八子以后也要留意。樊长史要我留意什么？留意有些人。妹妹，姐姐就先告辞了。樊长史好像话里有话。他定是知道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姑姑，月儿在，月儿一定想办法救你。月儿自小没了娘亲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没有你，就没有月儿。姑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姑姑，夫人，这是公子季的衣裳，午后有人捡到了，刚刚送过来的。我知道了。亏得葵姑救下了公子，不然恐怕受害最大的不是公子荡，而是咱们公子季啊。什么意思？夫人，您看看这件衣裳，再闻一闻。我从小在山里长大，知道这疯子最爱追逐3种人：醉酒的人、穿鲜艳衣裳的人和身上有香气的人。公子荡占了头1种，咱们公子占了后2种。你们闻到了吗？从公子一进屋啊，我就使劲耸鼻子，这甜香真是让人直流口水。你快去追继儿吧。我明白了，你去吧。是。姑姑，都是月儿不好，当然你就提醒过我，我却没有在意，是月儿错，是月儿害了你。当儿，
大儿啊！珊瑚，在。扶王后出去。是。王后，王后。我自作自受，自取其祸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王后，大儿是在替我受罪，是我该死啊！王后，王后，是我要害人，是我要害别人的孩儿。生死比生命值得看得清楚，让我痛，让我千刀万剐，让我去死吧，让我去死吧！王后，王后，这药也不知管不管用，魁姑看起来更不好了。大王已经出了万金悬赏，怎么还没有人献上主意啊？都说这世上最毒的是蝎子、蜈蚣、蛇、蜘蛛、蟾蜍，杀人蜂怎么会这么厉害？你们是以前没见过杀人蜂，在我们山里头，听到杀人蜂，谁不躲得远远的呀？我跟你们说起这些毒物，杀人蜂就算不能排在毒蛇的前面，至少也不会排在蜘蛛的后面。在我们楚国有一种烛龙蛛，它有蜘蛛一样的脑袋和蛇一样细长的身子，被它咬一口要病半个月呢。这都不算什么。我们那会儿住到大山里边，有一种蜘蛛网，它可以长到小孩子的拳头大小，织的网都可以捆住一只小鸟。就它这么厉害，和杀人蜂交战也仅仅打个平手。吹牛吧！我与我死去的爹娘发誓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好，我说给你们听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是在我进宫的前一年，我在山上放牛，身边不远处的树丛中有一只蜘蛛王正织网。到了正午时辰，一只拇指大的杀人蜂飞了过来，一头就撞进了蜘蛛王的网里。那蜘蛛王定是饿极了，立刻向杀人蜂爬了过去。当他爬到杀人蜂身边，张口刚要咬，却被杀人蜂狠狠刺了一针。那蜘蛛王顿时就蔫了，顺着游丝就掉了下去。可过了没一会儿，那蜘蛛王又爬上来了，他们又打了起来。哎，那后来呢？这第二个回合和第一个回合差不多，杀人蜂被蜘蛛咬了一口，但是杀人蜂把毒刺扎进了蜘蛛的肚子里，那蜘蛛一松口，立刻就倒在草丛里了。这么说，那杀人蜂的确厉害啊。那最后谁赢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在那儿打来打去的，我看得不耐烦就走了。木心，夫人，你刚才说的话可当真？若有一字不实，木心甘愿受罚。那你可知道，蜘蛛掉进了草丛里，那是什么草？这山里的花草没有我不认识的。快告诉我。那草叫七叶一枝花，在我们那儿也有人叫它登台七的。七叶一枝花，好耳熟。那草在我们楚国叫金线重楼，它的根部是药材，我们都叫它早修，药性偏凉，清热解毒，消肿止痛。在楚国，有人用它医治跌打摔伤。那或许它也能医治蛇虫咬伤？有可能，但秦宫里并没有这东西。若要奴婢去找，得进山。但公子荡和魁姑他们的性命，也就是在这几个时辰里了。我去找大王讨要出宫令，姑姑带人连夜飞马出宫。好，这里的远近山路我都熟悉，我跟姑姑一起去吧。快去快回。哎，太医令，臣在。
公子怎么样？公子只怕不好，请王后还是早些做好准备。胡说！你胡说！我儿子还没当上太子，他将来还要做大王。你给我想办法，快想办法！女医治呢？女医治呢？昨日半夜，女医治被米八子叫走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去哪儿了？说是被米八子派出宫了。不管他在哪儿，都得给我找回来。是。当儿怎么了？太医令说，当儿不行了。当儿若走了，臣妾岂能苟活于世？当儿是寡人的儿子，我嬴氏的血统比别人顽强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王后爱子心切，此刻不该乱了分寸。拜见大王。那草药可采到了吗？是，因为公子当病症危急，需要马上内服外敷。此刻女医治正在捣药，片刻便可以给公子当服用和疗伤。好，太好了！若能救治好公子当，寡人重重赏赐你们。谢大王。快请太医。是。这下好了，当儿或许有救了。是真的吗？昨夜芈月偶然发现了一种草药，对当儿的病症或许有奇效，所以女医治连夜出城进山采摘，此刻药已采回。李密，大王，你看此举有多大的把握？照理说，药草进宫都该有人试用，但是公子的性命危在旦夕，我们也只能险中求胜。微臣已经让人榨出七叶一枝花根部的仙汁，每个时辰灌公子1碗，再将仙根捣烂敷在伤处。若到傍晚，公子的病情没有恶化，便是有救了。当儿，当儿，听到母后跟你说话了吗？只要你活过来，母后什么都答应你。只要你好好的活着，不管你要什么，母后都绝不说一个不字。母后情愿拿自己的性命换你一命。
你听到母后说话了吗？上天诸神，大司命、少司命，求求你们，让道儿渡过这个难关。只要诸神不嫌弃，小女子米树愿意以血以肉以性命祭祀诸神。求求你们，让道儿活过来吧！求求你们让道儿活过来吧！求求你们让道儿醒过来吧！公子，皇后，公子醒了。道儿，母后在这儿，母后在这儿。姑姑，你要多吃一点，吃饱了有力气，伤才能好得快。这斤米粥可香了，是八子亲手用精米、肉糜和鸡蛋熬成的。婆婆吃吧，继儿看着婆婆吃。婆吃不下。吃肉肉长肉肉，不吃肉肉肌瘦瘦。婆婆看，继儿身上有很多肉，婆婆自己却是筋瘦瘦。好，婆婆再吃一口。继儿也该吃饭了，跟姑姑去吃饭吧。姑姑这一倒下，辛苦月儿了。姑姑一直把月儿当亲生骨肉般对待，如今为了继儿受了伤，却跟我说这么见外的话。人的寿命都是有定数的，姑姑原打算不用活这么久，不知为什么上天竟不肯收我走。姑姑稍微退近，所以在说胡话。月儿和继儿都舍不得姑姑，还有蓉儿，还有小冉，姑姑怎么舍得走呢？原先姑姑觉得你们长大了，继儿又有出息，姑姑可以闭眼了。可眼下突然出了这件事儿，姑姑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。都怪月儿糊涂，这不能怪你，是他动了害你和继儿的心思，便日日在这上面做文章，你怎么躲也躲不开。大王，请用茶。那杀人蜂之事，查得如何？老奴叫人细细查过了。公子荡遭遇疯子，实属偶然。米酒是公子通拿去的，但是公子荡强从公子通手中抢去，并且不听劝阻，酣畅痛饮，结果酩酊大醉。倒是什么？倒是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他们从少司命神祠祈福后路遇杀人蜂，这确有可疑之处。
哦，从神祠到交房殿有一条最近的路径，但那日偏巧路被水淹，所以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不得不走了有杀人风的那条路。可查出原因了吗？是几个在园子里干活计的内侍，他们把路断了。那条路是新修的，暗渠经常漏水，所以没有头绪。这么说，那些杀人蜂，也许真是被我们自己养的疯子